大熊一出手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只要卷起报纸再倒入水，你猜怎么着？漏水速度比尿床还快。原来电视上的魔术都是骗人的，都因为小夫要搞个魔术秀，死要面子的大熊想来个一鸣惊人。既然简单的不行，大熊决定来个高难度的，扣上纸箱，拿出40米长的大砍刀，就要表演锯子切人。反正出人命那也是蓝胖子的命，吓得蓝胖子嗷的一声就逃了。蓝胖子后怕的像个250斤的胖子，可又不能放任大熊不管。大熊现在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蒙眼甩飞刀了。可下一秒大熊飘了，每一次跟房间的亲密接触都让大熊痛不生育，伸着舌头飘到了幕后黑手面前。原来蓝胖子用了超能力帽，只要戴上它就会拥有3种超能力，第一个就是意念一物，第二个就是瞬间移动，第三个就是透视了。大熊瞪大小眼睛就要借，蓝胖子不答应，可大熊求人的粗暴手法谁能扛得住？大熊戴上帽子开启了修炼之路，来到厨房，正好碰到老妈让大熊拿盐，这练手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只要瞪大小眼睛，心中默念动起来便可。老妈这面菜都快糊了，可大熊还在憋大招，盐罐终于动了。随着大熊一声大喊，盐罐选择了自爆。就在大熊以为没事的时候，核能来袭，大熊继续加强练习，已经可以移动垫子了。蓝胖子决定加大重量，可大熊已经累成狗了，只想着去厕所休息休息。这正是练习瞬移的好机会，只要想象自己与厕所间有条绳索的联系，然后用力去拉，人就会瞬移到厕所。在蓝胖子玩命的打气加油中，大熊是成功了，可瞬移的却是坐便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放弃。但蓝胖子又拉着大熊练起了透视。大熊瞪大小眼睛，目视远方，看到了小夫在练魔术。再定睛一看，竟然发现了魔术的秘密。大熊迫不及待的要看媳妇儿，静香这次竟然出奇的没有在泡澡。至于胖虎呢，竟然是滑稽的肚皮舞。大熊这下放心了，这一比较，原来自己如此优秀。魔术秀的日子终于到了，还没开始，大熊就被群嘲。反正就这3个字，毫无期待。大熊当然不服气，可还没说完自己的超能力，人群就都散光了。还好有媳妇儿为他打气加油。小夫家的聚会必定豪华，可胖虎却怎么都吃不到，谁让他惹了大熊呢？但媳妇儿此时却心事重重，怕自己失败。大熊发动念力，让静香的球自己动了起来。这波连牛顿棺材板都压不住的表演获得了一致好评。可小夫不服啊，毕竟今天自己才是主角呢。安雄嫌弃大熊的帽子太碍眼，大熊只好把它放一旁，却被怪盗小黑盯上。小夫刚拿出手绢，大熊就揭穿了小夫魔术的秘密。接下来的魔术，大熊也毫不留情的揭秘，胖虎也没能逃出大熊的魔咒，还没表演就被剧透。这下大熊成了众矢之的，本想好好的秀一手，可帽子却不翼而飞。蓝胖子赶忙出门寻找，可胖虎小夫已经露出了吃人的表情。蓝胖子在街上竟然碰到了小鱼干成精，顺着线索找到了小黑。大熊刚想逃之夭夭，蓝胖子带回了帽子。大熊发动超能力，让小夫2人飘了，却被误认为是2人的表演。大熊决定用瞬移收官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人是进去了，衣服却没跟上。那么小伙伴们都会变什么魔术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带着祖先未来一日游，却意外让祖先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。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就算面对千军万马，也要自报家门，勇往直前。这就是以一己之力对抗100万大军的小夫家的祖先，这是祖先打下的家业。小夫家可能世世代代都是土豪。胖虎一听也自报家门，我家的祖先一拳可打100名小学生。小夫不嫌事大，想让大熊也自报下家门。看着虎父2人明知故问的嘴脸，大熊超生气的，回家就逼老爸说点祖先的英雄事迹。可这不是难为老爸吗？大熊还幻想祖先中会有个名人，但老爸的回答很简单，家里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平凡的打猎人。但蓝胖子3观超正，认为不应该以祖先而夸夸其谈，但这反倒启发了老爸，家里确实有位名人，而且是以吹牛而闻名。简单来说就是满嘴跑火车，胡说八道。但老爸认为吹牛也算一种本事，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脸皮厚到信口开河。大熊很好奇吹牛祖先到底吹了啥，可老爸也不是古代人，完全不知道啊。既然老爸不给力，大熊关于祖先的作业也就宣告泡汤了。但有蓝胖子就有时光机，2人来到200年前的古代，2人一路寻找，看到一位大叔，准备上前询问。
可吹牛大王的大名老人却不知，蓝胖子只好报上祖先真名。这下大叔知道了，不就住在那个茅草屋吗？两人来到草屋前，终于见到了祖先本尊。可祖先一脸蒙圈，对于大雄口中的吹牛大王，他这个老实人打死也不认。大雄还以为祖先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，两人谄媚奉承，希望看到祖先的真本事。二话不说绑架了祖先，就要带回未来。祖先哪见过这种高科技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大雄拿出小本本，就要开始做笔记，祈祷祖先搓手求饶，希望两人饶他一命。看着屋中的电器，祖先慌了，想逃没逃成，还启动了吸尘器。祖先哪见过这等吃人怪兽？厨房的一系列装备让祖先直呼魔法，送上热茶想让祖先冷静冷静，可祖先没冷静，反而更惊了。看看电视吧，差点把祖先一波送走，又是战斗机，又是坦克大炮，祖先惊了，再不跑命就没了呀！客厅一团糟，老妈回来估计少不了一顿女子单打。两人出门寻找，由于祖先与小电驴赛跑，但跑着跑着，祖先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到了挖掘机变的恶龙。就连电车祖先也怕，地球太危险，俺要回火星。此时小福的一身古装扮相，让祖先找到了同伴，下跪磕头一气呵成。小福都惊呆了，自己的曾孙子来了，祖先反而更怕了，一个手滑就让小福射死了。祖先留下的战袍上竟然还挂着价格标签。大雄想跟祖先继续长谈，可脚下一滑，竹蜻蜓上了祖先头，让这个古代人体验了那个年代不应该有的飞天快乐。这下闹大了，把祖先给弄丢了。大雄两人再次踏上寻祖先之旅，此时的祖先都快被玩疯了，看着祖先如此可怜，两人于心不忍，再次将祖先送了回去。此时的祖先就像丢了魂，直到看到了熟人，才开始夸夸其谈他在未来的所见所闻。就是这番仙境之旅，成就了大雄祖先吹牛大王的名号，祖先成了说书先生。如此天方夜谭的怪话，古代人又怎会信呢？从此，祖先就有了个响当当的名号——吹牛野比。那么，小伙伴的祖先有名人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未来世界从服饰上就能辨别谁是怪盗，因为他们都有专属的工作服。别看这身行头平平无奇，却可以让监控暂时失效，关键还能让人自带孙悟空72变的技能。最近小镇上流行起开盲盒，可别人开的一看就是猛禽，到大雄这里却只开出个战五渣。听说他想用这张卡换个霸王龙的厉害角色，一向不会吃亏的小夫竟主动掏出一张霸王龙卡要跟他交换，还美名其曰卡片什么的都是人生过客。然而下一秒他就开启了斜眼特效，原来大雄抽中的这张是稀有金卡，论价值都能换某品牌床垫一张了，白卡变金卡，这波简直赚翻了。干饭喵虽然不懂盲盒的价值，但如果换算成能买几万个铜锣烧的话，护食的他顿时杀人的心都有了。于是他拿出怪盗套装，竟要把大雄培养成为职业怪盗。而作为一名高质量怪盗，大雄决定明抢。收到预告信的小夫以为大雄是过期牛奶喝多了精神出了问题，可当天夜里他就笑不出来了。只见大雄明目张胆地从正门进入，借助皮肤的隐身光环成功躲过了监控。下一秒，一个身高有点缩水的夫妈出现在小夫眼前，竟主动提起了预告信的内容。常年智商在线的小夫不仅没怀疑，还为了保险起见，把那张金卡交给了老妈保管。结果下一秒，会72变的悟空来了都直呼内行，因为那张熟悉的皮囊之下藏着的竟是怪盗大雄。只见他一个82年成年老屁就消失在了小夫面前。大功告成，小多拉想收回道具，可偷疯了的大雄还想从胖虎那里捞点好处。第二天，小夫跟胖虎诉说大雄可能跟隔壁剧组借了服装道具，就看到一封预告信从天而降，告知胖虎今夜将会取走他借走的狮子假面漫画。有被冒犯到的胖虎气到牙齿有了反光效果，晚上他备足上百个包子，准备与大雄一战封神，就看到胖妹前来借漫画。宠妹狂魔二话不说就分享了自己的包子，然而胖妹只吃了一个就有了饱腹的感觉。要知道胖妹的饭量可是5碗嫌少10碗刚好20碗有点饱。胖虎仅仅一个眼神杀，就吓得大雄自己脱去了伪装，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。然而今天换了女装的大雄特别有底气，竟要梅开2度跟胖虎正面刚。只见他开启隐身光环潜入房间，岂料胖虎家地板永久失修，响声惊动了胖虎。虽然看不到大雄，但只靠气势就给大雄造成了一点伤害。既然两人斗不过活着的胖虎，就只能等胖虎睡下后再下黑手。他们来到胖虎屋顶，用穿透环观察房间内部，发现这里比银行的金库还要机关重重。于是大雄展示出他的独门绝学吊威亚，那灵活的身手，安吉丽娜朱莉来了都得直呼内行。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大雄却在此时出现肾虚表现，只听一声脆响，还好胖虎没有真醒来。然而下一秒，威亚突然脱落，要不是小多拉手快，陆木我就要在线磕 CP 了。这种半场开香槟的剧情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。只见房梁上跑过一只小可爱，下一秒大雄就难上加难，吓得他拎起书直接跑路。然而他没想到，
这年头胖虎都学会叠中叠了。只见书中空空如也，明显是被某人换了内里。于是大雄干脆把心一横，梅开3度的要跟胖虎正面刚。只见他触摸胡须，就开启了火眼金睛的神技。可当小多拉放好穿透环后，整个喵都惊呆了，因为书被胖虎藏在了身下。于是两人只好在胖虎身上吊起了威亚。大雄刚想伸手去拿，就吃了一脸82年脚气，直接酸爽到让他开了星星眼特效。岂料胖虎睡觉中伸了个懒腰，竟把自己摔成了葫芦娃。顿时他杀人的心都有了。眼看大雄两人逃出升天，胖虎拎起一本书就是一击直球。万万没想到，正是大雄偷了3回都失败的狮子假面。